这是阿松哥近期看过最好的2级悬疑惊悚片。影片第一幕，一具尸体被捆绑成胚胎状，身上是捆绑的淤痕、凝血的刀口，还有涌动的蛆虫啊！尸体流落的泪水是被去除眼球后眼睑储存的雨水。哎呀，阿松哥有多久没有见过这么带劲的片子了？今天就给大家盘盘这部法国经典悬疑片《暗流》。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凶杀案。开头那具胚胎状的尸体是在离地50米高的悬崖上被登山者发现的。被发现时，尸体多处骨折，双手被斩，挖去眼球并灌满雨水，死相那是相当凄惨啊！而且这死的还不是一个小人物，死者是当地名校的图书馆馆长。由于身份特殊，巴黎特地安排了知名探长怂哥前来调查。那想破案啊，也得有切入口不是啊？怂哥觉得挖人眼珠子这个手法很值得深入研究一下嘛，于是先去请教了镇上的眼科教授，希望能从凶手摘出眼球的手法里找到线索。但遗憾的是，这个教授从事的是眼部肌肉研究，对眼科手术那是鸦窍不通啊。但在教授这里，怂哥知道了一个压根儿不算秘密的秘密。教授告诉怂哥，镇子里的那所知名名校推崇的是精英教育，为了保留住高智商的基因，竟然让教职员之间世代通婚。虽然吧，这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确实智商都很高，但最近几代里基因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了，这些孩子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眼部的遗传疾病，而眼科教授的专业就是设法解决这些眼部遗传问题。紧接着，怂哥又找到了校长，他向校长打听死者的生平，尝试找案件的切入点。校长也如实说了，死者是校长老友的儿子，从小就在校长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就按部就班的上学读书，然后凭借着高智商呢，成为了学校里的教授，接替他父亲的职位工作，一切都很顺利合理啊。工作之后也是勤勤恳恳，守时敬业，也没有招惹过什么仇家。但就在这时，怂哥突然发现，校长的助理同时也是校长的儿子。由此看来呀，这学校里的职位传递竟然是世袭制的。儿子长大后继承老子的工作和职位，虽然感觉怪怪的，但怂哥还是没说啥。随后，怂哥又拜访了发现尸体的登山者白妹。白妹是一位冰山学家，因为这所小镇刚好就建在巨大的冰山之下，白妹的工作就是实时监控冰山，防止雪崩，保护小镇安全。但当怂哥找到白妹时，她表现得非常疏离啊，难以接近。怂哥连续几次想问出点东西，都被白妹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怂哥碰了一鼻子灰，有点悻悻然。但就在这时，同事打来电话，说在检查死者眼中的雨水成分时发现了重要线索，死者眼中的雨水里边有酸雨的成分。但同事查阅了资料，这个小镇自从1970年后就再没下过酸雨了。这时，怂哥望着远处的冰川，突然想到了什么。冰川就像一个巨大的冰箱，里边保存着各个年代的雨水，而这个线索显然是凶手故意留下来的线索。可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怂哥不得不再次找到发现尸体的白妹。两人来到冰山，在一处陡峭的冰崖上，他们发现了和雨水成分一致的冰雪。但就在这时，怂哥猛然发现，在这个位置下面正好有一处冰窟。这是怂哥找到的第2具尸体，死者被虐杀后冰封在幽暗深邃的冰洞里。经过辨认，死者是当地大学有名的产科医生。怂哥转念一想啊，又和学校有关，他来不及多想，立刻赶往受害者的住处调查。但就在怂哥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同事老王也没闲着，他接手了相邻小镇接连发生的2起盗窃案。直觉告诉这个老狐狸啊，这2起盗窃案会和怂哥处理的2起命案有重大关系。第1起案件是盗墓案，一名死于20年前的女孩的墓被人挖开了。老王赶到现场，经过现场勘查，墓主名叫黑妹，死的时候才10岁。墓地管理员说，这10有8九啊是镇上一群二流子干的，一群小孩正是狗都嫌的年纪啊。但老王却直觉有点不对劲呢，他想进到墓里面深入调查，管理员却拦住了他。想要进入墓地，必须先得到死者双亲的认可，但黑妹的父亲死得比孩子还早呢，而黑妹的母亲也因为接连的打击精神错乱了，现在正在修道院里调养。没办法了，老王只能去了第2个盗窃现场。案发现场在一所小学的档案室里，老王走到门口时，发现门上的锁印明显有被撬的痕迹啊。但奇怪的是，档案室里没丢什么贵重的东西。正当老王以为自己白来一趟时，他走到门口，看见了正在做游戏的小孩，一瞬间像是想到了什么。老王扭头问校长，学校里有没有一个叫黑妹的女孩在这里上过学？让人没想到的是，老王随口一问，还真就问出了点东西。校长对黑妹很有印象，因为当时黑妹出了车祸，现场极其惨烈，而黑妹的母亲也因为接受不了现实发了疯了。校
校长正要去翻黑妹的档案，结果却发现黑妹的档案被人撕走了。闹了半天，盗窃者偷走的就是黑妹的档案。根据探员的直觉，老王知道黑妹身上一定有什么问题。紧接着，老王来到交通局，找到了当年车祸的照片。从血肉模糊的照片里，确实能看出车祸的惨烈。警员告诉老王，车祸发生时，黑妹的妈妈呆坐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根手指，这是黑妹身上唯一还算完整的部分了。也正是根据这根手指，警方确定了死者身份正是黑妹。老王拿了一份黑妹的指纹备案离开，紧接着去找了镇上的不良少年。不良少年都被老王手上的探员证唬住了，但目的确实不是他们破坏的呀。但在那天晚上，不良少年们曾经看到过一辆白色捷达轿车出现在那里，当即老王下令彻查附近的白色捷达轿车，结果显示有132辆。但巧的是，有一辆车的登记地是怂哥追查的命案小镇，而车的车主呢，竟然是埋尸冰川的产科医生。这一下，所有的线索再次汇合起来。老王和怂哥也在产科医生家门口碰了头，两人交流了一下自己得到的信息，发现了凶手的一个共同点。不出所料，凶手一定会在尸体上留下一些线索。果然，怂哥接到了法医的电话，尸体上再次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两起诡异的命案，一起受害者眼球被挖走，眼眶里流下了酸水，另一起也是挖出来双眼，但不同的是，里边被替换成了医院定制的假眼球。松哥突然意识到这起案件一定和眼科教授有关呢，两人立马起身赶了过去，但遗憾的是，两人还是来晚了。眼科教授在自己家里被杀害了，尸体还被吊起来，摆成了耶稣受难的姿势。但还好，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的指纹，但诡异的是，经过查询对比后，发现并没有与这枚指纹匹配的记录。老王想起了自己拿到的黑妹的指纹备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现场嫌疑人的指纹和黑妹的指纹居然完全吻合，这怎么可能呢？黑妹20年前就死于车祸事故了。这时两人才凑到一起，开始理清思路。第一个问题，黑妹到底有没有确认死亡？她妈妈为什么发疯？如果黑妹死了，现场的指纹怎么解释呢？第二个问题，如果黑妹杀人，为什么会选择这3名死者？杀人的动机是什么？随后两人兵分两路，老王偷偷撬开了黑妹的墓，果然里面并没有尸体，只有墓志铭上的一张照片。怂哥来到学校图书馆，翻阅几名死者生前的博士论文，不光是怂哥大开眼界啊，阿松哥都惊呆了。论文里一整篇都是纳粹理论呐。这所学校的管理人员一直在强迫智商或身体优异的人结婚，生下拥有优秀基因的小孩后，然后继续挑选更好的基因互相通婚。更可怕的是，这种人为干预的基因繁育法并不局限于近亲，几代之后近亲繁育带来的后果就已经很可怕了。就在这时，老王带着黑妹的照片赶来了。怂哥一看，嚯，这不是小号的白妹翻版吗？剧情走到这里基本上已经明了了吧？学校为了缓解近亲繁育带来的畸形儿效应，有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就是引进新鲜血液呀，中和基因缺陷。而刚好小镇地处偏僻，附近的居民生产几乎都在学校的附属医院里，这更方便了他们调包婴儿。如果没猜错的话，白妹应该即是被调包的孩子之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案件是白妹干的，那么那根断指又该怎么解释呢？白妹的手可是完好无损的呀。带着疑问，怂哥和老王连夜赶到了白妹家里，不料两人在路上就遇到了袭击。还好怂哥枪法精准，成功自救，但两人惊讶地发现，来人竟然是校长的儿子。看来校长已经发现怂哥知道了学校里的秘密，准备对两人动手了。而等两人来到白妹家，这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在桌子上摆着断手和眼珠，同时房间里的炸药和登山设备都没有了。怂哥心里一麻，白妹不会要制造雪崩毁了这一切吧？老王立马联系了当地警方，疏散人员。随后两人坐上缆车来到了冰川，果然他们在山顶发现了满身绑满炸药的白妹。怂哥劝说白妹不要做这么偏激的行为啊，而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影，此人正是和白妹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妹。黑妹对着怂哥伸出了自己的手掌，上面赫然缺失了一根手指。原来白妹和黑妹是一对孪生姐妹，当年校方暗中调包，白妹变成了教授的孩子，黑妹则被母亲带走。但巧合的是世界就这么大点儿。10年后，母亲带着黑妹在学校里偶遇了白妹，一切都明了起来。但只凭借母亲一人，不仅没能和学校抗衡，要回自己的孩子，反而还让校方知道了黑妹的存在。为了掩埋一切，校方不惜要杀死年幼的黑妹。母亲为了救下黑妹，狠心切掉了女儿的一根
根手指，找来了另一个孩子做了替死鬼，黑妹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见不了天日的活死人。而从那时开始，两姐妹就在谋划复仇了。但校方也察觉了事情的不对劲，派产科医生去墓地确认黑妹是否真的死亡了，还毁掉了黑妹的小学档案。一切都真相大白，松哥表示自己会让校方受到该有的惩罚。但黑妹这么多年一直活在影子里，她怎么甘心放下复仇呢？直接引爆了小范围雪崩，黑妹不幸被大雪淹没，但另外3人死里逃生，被救援队救了下来。影片也到此结束了。这是2000年上映的电影《暗流》，除了影片有一点点虎头蛇尾的嫌疑但这部影片打破了阿松哥对法国电影的固化认知。虽然已经是20年前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剧情设定还是值得现在很多影片借鉴的呀。这部片子当之一看呐。